大家上午好，今天是5月6号。今天早上的第一个视频，我们主要来讲一讲港股的赣锋锂业。这里我们主要是看它的一个周线图。之前的一波上涨趋势是从19年的9月份一直涨到了21年的8月份，是将近2年的一个时间点。那么低点是从 5.86 港币涨到了 132.1 港币。那么这一次的上涨幅度也是非常的大。从目前的点位来看，也是翻了将近20多倍。那么之前的这一波上涨走势是已经结束了。那之后从 132.10 持续的下跌，走出了波浪理论里面相对比较经典的一种调整形态，锯齿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535。这次的下跌调整，目前来看是一直持续到了2024年的6月底7月初这个时间点。最低是见到了 14.92 港币，调整的幅度是非常的充分，调整的时间跨度也是非常的充分。那么这里咱们着重讲一下它这一次下跌当中的这个535的锯齿形态，1、2、3、4、5。首先是出现了一个5波走势，然后紧随其后出现了一个3波的反弹形态。虽然这个反弹形态当中的这个 B 浪创出了新低，但是只能说明这次的调整整体走势是比较弱的，这就是一个3波调整形态。3波调整形态之后，再次出现了一个5波下跌，3、4、5。那么从整体的形态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波浪形态当中比较经典的锯齿形535， 5波、3波再加5波。那么目前来看，从24年的7月初截止到目前，一直处在一个相对的低位，在筑底。那么目前来看，14块9毛2这个点位就成为了一个相对的低位支撑。当然它之下还有另外一道支撑，那么这个支撑是位于之前的一个平台的相对高点的位置，大概是在 12.20 到 11.40 这个区域。这个位置我们同样也需要关注一下。从目前的走势来说，那我个人更倾向于这次调整大概是已经结束了，这是第一种我主要的一个看法。第二种说后期可能还会有一个新低，那么就看 12.20 到 11.40。 那当然在目前这个相对低位它出现了一个筑底形态，那其实在目前的位置我们是可以尝试中长期去布局这只港股的。下来我们再将时间周期切换到天图看一下。那我们可以看到最近的这次筑底形态，它首先是向上走出了一个3波形态。因为以往波浪理论当中每一波的走势它按理来说是应该是一个5波形态，但是随着市场的发展，其实在3波形态的起始初始位置也是经常出现。所以说在反转形态的初期，整体走势可3可5，并不一定是5。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的上涨走势结束之后，出现了一个2次探底的走势。那么2次探底是介于 0.764 和1倍之间，所以这个调整短期的日线调整它也是非常的充分。那么目前来看，可能这次的调整它是已经结束了，这是 B1、B2、B3， 或者是如果认为反转的话，那他们就是21、2浪1、2浪2、2浪3。当然这种描述可能不是相对准确，按照波浪的习惯，这是2浪 A、2浪 B、2浪 C。 起手的这一波3波走势我们可以看作是一个1浪或者是一个大 A 浪。如果认为后期是反转向上的话，那这里就是1浪、2浪的调整，3波调整。如果认为后期仅仅是个反弹的话，这个1浪就是所谓的一个大 A 浪。那这个2浪当中的3波分别是 B 浪 A、2浪 A 就是 B 浪 A， 然后是 B 浪 B 以及 B 浪 C。 那其实现在目前我们认定的2浪 C 的低点就非常关键，这个2浪 C 低点在 16.22 港币。短期形态不能跌破 16.22， 如果跌破 16.22， 那么之前的低点 14.92 都会被跌破，直接会去到刚才我们所说的 12.20 到 11.40 这个位置。所以如果这个位置我们想搏一次波段的向上的一个反弹或者是反转走势，那其实以 16.22 这个低点为防守就可以参与。后期如果一旦整体向上反弹或反转的走势开始出现了加速，那么整体的上涨幅度是非常可观的。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之前反弹的一个次高点的位置，大概是在 24.50， 也就是3月9号左右的一个反弹高点。如果继续向上，那我们可以看到之前一浪的这个高点是在 28.30 附近。如果连 28.30 都突破了，那就说明一点，这一次不管是反弹还是反转，向上的空间都会非常大。但是目前整体的中期走势，我们还是先看当下的这个区间 16.22， 高点在 24.50 或者是 28.30 这个大区间。所以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按照波浪理论的一个规则去分解走势的话，当前这只港股是比较值得参与的，而且这个上涨的幅度和空间也是足够的。按照目前的点位向下的话，防守是在 16.20， 那么防守大概是3港币。那向上反弹的一个空间呢 ,19 到24大概是一个5港币，甚至于涨到28是一个9港币的一个空间。等于说白了，盈亏比是3:5或者3:8，整体的盈亏比是非常合适的。因此我们重点可以后期跟踪一下这只港股。好，今天上午的第一个视频讲解到此结束，我们下一期再见。